Hello， 大家好，我是静。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对中共国实施了免签政策。那随着免签政策的到来，三教九流的中共国游客是大量的涌入到了这两个国家。那据我在社交媒体上的观察呢，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普遍的中共国游客对马来西亚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对新加坡的评价呢，却是非常的负面的。那可能有很多人会非常好奇说，为什么他们会对新加坡如此负面的评价，却独独的钟爱马来西亚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两个影片。来，不服你就杠。最近听到有人在讨论，同样是华人，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对咱们中国人特别友好，而新加坡华人对咱们中国人特别歧视，甚至充满敌意？我给大家总结一句话：马来西亚华人认祖，新加坡华人认主。新加坡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好像他们还是对于华人有一种歧视的感觉。第一天到金沙酒店的时候，被菲律宾的工作人员拦到了入口处，说票已售完，不能入内。其实，在各大平台是都可以购票的。然后我感觉这应该是赤裸裸的鄙视。还有2次呢是咨询，本来是微笑的看到对方，然后当我说到国语，他们立马就严肃了起来，然后他们会说不会国语，然后真的是有点尴尬，但我怎么看他们怎么像是中国人。现在的新加坡是全球消费最高的国家，真的是国内消费的5倍。这里没有什么充电宝，手机如果没电的话只能挨着。消费的时候是需要支付新币的，支付宝要加收10%的服务费，真的太麻烦了。这里的左右都是反的，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别扭坏了。在这里没有人去扔垃圾和抽烟，因为罚的是真的太狠了。在环球影城看了一场小朋友的放丝花，还没有我家小区在过年的时候放的热闹。他们这里的灯光秀跟走入了幽灵世界一样，随便一场朗逸的大秀都比他们的灯光秀要震撼很多。新加坡的华语推广虽有成果，但仍然对华人的传统习惯和文化活动持有偏见，似乎华人的文化就是低人一等。部分人戴着有色眼镜，对华人的努力和成就视而不见，刻板印象满布。真应该让他们去来上海和北京看一看，再过10年，这里才是我们的金融中心，这里才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不过这次出来还是仍然很开心的，我们要打道回府了。出来就是为了抱着提升认知的态度来学习和成长的。第一个影片当中的男性只说了2句话：马来西亚华人认祖啊，祖宗的祖；新加坡华人认祖，祖人的祖。他这2句话虽然简短，但是它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他就是把马来西亚的华人划分到了中共国人当中了，因为你们对他们太客气了，太包容了，所以说他们现在跑到你们的地盘上去撒野、占地盘，而且还以这种祖国论和祖先论来情感勒索、道德绑架你们，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中共国人大批量的涌入到马来西亚，其实都是你们马来西亚华裔的错啊！你们的祖宗要跑到你们的土地上去撒野了，你们能怎么样呢啊？那所以说啊，中共国的人啊，你看他们到马来西亚之后，他享受到了华人的热情款待和各方面的优待，他觉得有优越感，所以他特别的爱马来西亚啊，所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三教九流的人会源源不断的继续去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裔朋友们，你们准备好去迎接你们的祖宗了吗？你们有这么多祖宗将要去到马来西亚去给你们制造各种社会乱象，你们准备好了吗？那再说一下第2个影片。我当时看到第2支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是火冒三丈。影片当中的男性是非常的年轻啊，然后穿的人模人样的，却说的不是人话。你看他把新加坡一顿的贬低啊，说新加坡的华人歧视华人，他这里的华人是指他们中共国人啊。然后就是他说明明长着一张中共国的脸，却不会说中文，觉得是歧视他了。然后新加坡太贵了，居然要用新加坡币啊，居然不用人民币。
而且汇率高的离谱啊，是1比5点多，这个太夸张了。而且新加坡不可以乱丢垃圾，不可以乱抽烟，会罚款的。让他在中共国已经养好的良好习惯，不得不委曲求全去遵守这些严苛的法律。然后他还把我们的 Marina Bay Sands 和这个 Garden by the Bay 的灯光秀和烟花秀就是一顿贬低，说你这个还不如我们中共国我小区里放的烟花壮观啊，说我们的 Garden by the Bay 那个灯光秀好像幽灵一样恐怖，就是把新加坡一顿贬低啊，还说什么新加坡的华语的推广、华语的文化的推广还不够。就是说现在新加坡人对中共国的文化、对中共国的语言还学习的不够透彻，新加坡还需要好好努力啊，这就是他大概的意思啊。我觉得最讽刺、最好笑的是，他居然还在他影片的结尾双标的来了一句啊，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提升认知和学习的。可是他对新加坡的一顿无理由的吐槽和贬低，那是什么呢？典型的中共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双标的行为啊。那首先我就想和大家来说一下他口中的华裔啊，中共国人他出国之后，他只要是看到有一个亚洲脸，他都会迅速的把你默认为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到了海外之后还会自称是华人。那我在这边我就想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人去强调一下，所谓的华人和中华民族啊，我在我以往的影片当中反复强调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一次强调一下，这两个词语都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是梁启超创作的，他是想通过这个华人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些虚拟的概念，去制造一个文化上的想象共同体，去绑架那些海外的华裔，就是已经很多代以前移民到海外的人，他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去给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无论你在这个世界的任何的角落，他都可以通过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华人这个概念来给你洗脑，这是中共国精心编织的域名的文化圈套，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中华侨们，他们就是对中共国有这种文化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才会觉得中共就是他们的根，就是他们的祖，对他们有浓浓的依恋之情啊。如果是真的要寻根问祖的话，那台湾中华民国它更加具有正统性，因为大部分的海外的华裔都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出来的，所以说他们的祖国其实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就是今天的台湾啊。那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去认贼作父，把这个邪恶的中共邪教当做自己的祖国。中共它没有任何资格去代表中华文化，中共它就是由一群土匪农民所建立起来的一个邪恶政权而已。那说回最近几年中共国人对马来西亚的情有独钟是把马来西亚列为了他们最爱的国家啊。那对马来西亚人来说，你们是应该偷着哭呢，还是应该偷着乐啊？那在我之前的几期影片当中呢，我看到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华裔来留言说，其实我对马来西亚不太了解啊，说马来西亚的中华侨他们之所以会心心念念心向的中共国，是因为他们在马来西亚它这个多种族的社会当中，华裔是属于少数，所以说他们
会偏向于他们的母国、他们的根，去寻找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啊。那这个呢，我是可以明白的，因为马来西亚的华裔确实它也是少数啊。可是你们有没有换一个角度和方位去思考一下啊？新加坡也是有马来裔和印度裔，新加坡也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哪一个新加坡的马来裔和印度裔跑出来说啊，我心念我的母国，我心心念念印度，我心心念念的马来西亚。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因为在新加坡，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族裔，他都有非常强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这一点，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老一辈的华裔身上是非常的缺乏的，因为他们可能从始至终，他们的心都没有真正的要安在马来西亚。他始终是不肯主动的去融入到马来西亚的社会的，他始终是画地为牢，把自己锁在他的那个华语的圈子里面的，没有主动去融入啊。其实华裔啊，在全世界上来说都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群体，都是不太会主动的去和外族去敞开心扉，去把文化各方面去做一个彻底的交流的，可能更多的是固步自封啊。那我觉得呢，马来西亚的中华侨，他们之所以会觉得他在马来西亚是属于少数，有一种被边缘化、被排挤的情况呢，其实也有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原因啊。那这个社会当中的种族的关系呢，其实是相互的。那如果说你一开始你在那里，你就没有想过既来之则安之，落地生根的话，你还想着落叶归根的话，那你肯定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你日常的和其他的族裔相处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不知不觉的会出现一些排他的一些行为啊。可是他这种排他的行为呢，其实是相互的。当你对其他人不友善的时候，人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馈于你啊。那我的猜想就是，可能很多的中华侨，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把马来西亚当做他们的祖国，他一直都像一个外来客一样的心态。那时间一长了，人家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你对你的祖国忠不忠心。那所以说，不要单单的去责怪啊，就是说某一个群体排斥某一个群体，或者边缘化某一个群体，其实都是互相的。我们来举个例子啊，以印尼的华裔为例啊，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印尼是出现过大规模的排华的运动的啊，那我们就不说细节了啊。可是现在的印尼的华裔，他们是完全的融入了印尼的主流社会当中，他们说印尼语，他们文化各方面都是完全的融入了，他是彻底的摆脱了华人的文化背景和各方面的思想的枷锁。那我以前我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是有很多印尼华裔的同学的，可是我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华人的特征呢，他们都和印尼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语言、文化、思想都是完全的印尼化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去杜绝这种黄祸的祸害啊。那所以说啊，马来西亚它现在会遭受到这么多中共国人的侵蚀，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华裔他们在语言上和文化上和中共国都太相似了，几乎是完美连接啊。那所以说现在马来西亚就变成了中共国三教九流的人最心仪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温床，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啊。我相信很快中共国的粉区们又会大言不惭的把马来西亚称作中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我相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还有其次就是
马来西亚的华裔它本来就属于少数族裔啊。那如果说随着有大量的中共国的三教九流的犯罪分子到马来西亚去制造各种的社会乱象、违法乱纪的话，时间一久了之后，它就会增加不同族裔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这个是一定是难免的，因为其他的族裔它是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区分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华裔和中共国的人有任何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你们都是一伙的，所以说到时候你们也可能会因为中共国的人在马来西亚做的一系列的事情而受到牵连的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